很难想象照片上这名爱笑开朗的女孩年仅16岁，就在与暴食症进行长期斗争当中遗憾离世。她的名字叫做利比·罗斯，从小活泼开朗，深受大家的喜爱。然而11岁那年，当她转学来到了新的学校，生活的变化让她不知所措。一开始，利比很难交到朋友，只能独来独往。她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学习中，烦闷的时候就喜欢吃东西缓解压力。不过好在利比生性开朗，很快就结交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在接下来的这几年，利比在学校非常的快乐。他不仅成绩优异，人缘还好，是父母的骄傲。可在14岁的那年，情况突然发生了转变。可能是由于青春期的关系，利比发现自己比大部分朋友都要壮，越来越讨厌自己的身材，于是开始决定节食减肥。而当时，利比的母亲玛丽体型就偏胖，也一直在控制体重，所以当利比有减肥的意识，玛丽并未严厉阻止，因为她担心女儿未来也会和自己一样胖，患上高血糖。可实际上，利比的减肥过程可不是他们想象当中的这么健康，她似乎吃得越来越干净了，当然也减掉了不少的体重。朝夕相处的家人并没有感到奇怪，当一些许久未见的朋友看到利比，惊叹她的变化，玛丽才发现有必要带女儿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别减肥减出了问题。然而，接下来的一幕让玛丽震惊不已，因为在做心电图的时候，利比是必须要脱掉上衣的。虽然不至于瘦到吓人的程度，但玛丽从未见过女儿如此消瘦的样子。回想起来，在这之前，利比在家从不讨论自己的体重，有意无意地避开暴露自己的身材。无奈之下，利比承认自己早就有厌食症了。听到这一消息的玛丽崩溃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安慰母亲，利比提出了晚饭想吃披萨，而且要多吃一些。玛丽这才微微放心。果然，利比吃了很多的披萨，没想到晚些时候，他竟然把食物全部都吐了出来。自此以后，他也过上了与另一种疾病相斗争的日子，那就是暴食症。和厌食情绪一样，利比变得无法控制自己想吃东西的念头。另一边，玛丽还在暗自庆幸自己带孩子去了医院，事情总会慢慢变好。但突然有一天，在打扫房间卫生时，她发现利比的房间里有好多零食的包装袋，她从未见女儿吃过。起初她还不知道女儿有暴食症，只是教导女儿要合理饮食。直到后来，玛丽在房间里面发现了有几个装满呕吐物的瓶子，她惊呆了。很明显，利比再一次失控。为此，玛丽和丈夫也尝试过各种强硬手段，但都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她暴饮暴食和呕吐的问题。而且更棘手的是，利比已经16岁了，此时的她愈发叛逆。没过多久，利比开始在父母睡着后做东西吃，什么披萨、芝士蛋糕、巧克力蛋糕、饼干、巧克力和几桶冰淇淋全部被吃光。而这次，玛丽又发现了装满呕吐物的瓶子，整整有27瓶，依次沿着散热器摆放着，其中有几瓶还漏了出来，简直不忍直视。他赶紧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利比的医生，但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利比的病情。16岁生日过后，利比情况很不好，由于不间断的重复呕吐，他患上了非常严重的低钾血症。玛丽再一次寻找医生的帮助，而这一次，医生终于同意将他送进饮食失调诊所治疗。3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利比几乎没有接受任何有用的治疗。离康复更是相距了10万8千里，可医生就这么的让他出院了。然而回到家才3天，利比就因钾含量极低，心脏停止了跳动。回忆起治疗过程，罗斯痛苦万分。医生总是强调，利比的体重还没糟糕到极端的地步，还不能进行饮食失调治疗的急救。而且医生有把利比的情况上报给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但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排队。当利比的情况被看到时，他已经严重恶化，错过了干预的最佳时期。玛丽永远都记得饮食失调诊所里面的一位工作人员曾经坦白地说过一句话，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这样，严重的暴食症害死了这位花季少女。暴食症也称作神经性贪食症，是一种极其复杂的饮食障碍，主要是患者对食物、体重和身材产生不健康的观念导致的。其中大部分为女性，她们极度怕胖，过分关注体重的变化，经常会在半夜暴饮暴食，直到吃到腹胀难受才肯罢休。而失控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负罪感，然后又进行呕吐，将食物排出体外。其实暴食症诊断起来有些困难，只要患者有意隐瞒自己暴饮暴食、呕吐的习惯，其他人很难100%确认是偶然情况还是长期的行为。对于暴食者患者来说，短时间内吃掉大量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后，通常都会感到内疚，进而产生厌恶自己的想法。于是患者会采取补偿性行为来试图控制体重，就比如催吐、滥用泻药，反正就是想方设法把吃进去的食物排出体外。久而久之，体重波动明显不说，呕吐时的胃酸会引起食道和牙齿问题，胃肠道也容易出现不适，以及电解质的极度紊乱。除了生理上的疾病之外，患者经常还会被焦虑、抑郁等严重的不良情绪笼罩，最后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在上述的案例当中，女孩从厌食症演变成了暴食症，
不管是哪种饮食失调症，都非常的复杂。仔细想来，享用食物应该是令人愉悦的过程，不应该是痛苦之源。但有一项数据显示，70%的暴食症患者在人生的某个时期得过抑郁症，情感障碍人数的总比例上升至88%。还有研究表明，暴食症和自恋之间存在着关联。这类患者可能在童年时期就被忽视了内心的感受和想法，所以一直都会过分关注自己是否得到他人的认可。如果事与愿违，就会产生消极的自我意识，更容易出现饮食失调。有研究人员提出，糖是最受欢迎的成瘾药物。确实，像甜食、精致碳水这类东西，一旦开始吃就欲罢不能，完全停不下来。而且几乎所有暴食症患者所选的食物都是高糖、高脂、高热量的。短期内摄入大量此类食物，确实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安慰和满足，但事后往往又后悔摄入这些高糖食物，拼命的想戒糖。如果说减肥是暴食症最常见的诱因的话，那糖就是减肥人群很难迈过去的一道坎。现在各大平台都充斥着各种减肥方法、控糖心得，但实际上每个人的情况并不相同，大家还是得结合自身的情况，认真观察身体的变化。其实如果你想减肥，首先要做的就是克制住对糖的渴望，光是这一点听着已经很不容易了。与此同时，不能纯靠饿肚子来瘦。节食减肥虽然在短期内有及时效果，但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健康，反而会得不偿失。不管怎么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大家还是得认真吃饭，至少保证每餐都有蛋白质、低 GI 的食物，才能稳定住血糖，避免体力不支。而且当你摄入足够多的健康食物，进食习惯足够规律，身体状况也更趋于稳定，也就自然而然的不这么渴望高糖高热量的食物了。这说明最艰难的一步已经跨过去。当然也不要一上来就对自己太狠。有过减肥经历的小伙伴肯定不陌生，减肥期间似乎特别容易心情不好、情绪波动。其实这是因为不健康的减肥方式导致的较大的心理压力。科学健康的减肥方法确实能让人改善身体健康，提高睡眠质量，从而减少不良情绪，整个人看上去会容光焕发、元气满满。但相反，当一个人的运动量突然增加，身体已经极度疲惫了，但同时减肥期间还会严格按照低糖、低脂、低热量的饮食标准，食欲受限。这样一来，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以及热量摄入减少，激素水平和内分泌有可能受到影响。偶尔出现的情绪低落、容易发脾气的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但如果长时间处于过度节食、过度限制热量、过度运动的状态，人会变得沮丧痛苦，严重伤害心理健康。因此当务之急还是要找到最合适自己的平衡点。那如果让你连续暴饮暴食14天，身体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反正我可不敢作死做这种打卡挑战。先不说别的，血糖肯定会爆表的，说不定以后还会开始扎针测血糖，妥妥的适应起老年生活。其实从减肥节食到厌食再到暴饮暴食，归根到底都是血糖在作祟。一旦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就会反反复复。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正确控糖，科学减肥。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大家对于减肥抗糖有什么心得呢？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真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